这两个人从小就认识，一起在新传当了练习生当了几年，他们认识了很多年，互相扶持了很多年。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他们两个的关系从最初一开始就脱离不了竞争。Hello， 我是 Eno， 今天这支影片呢要来补上一期留下来的坑，我们要来聊 IVE 这阵子推出的2首歌曲，不管是 Attitude 还是 Rebel Heart， 都跟他们以往的形象跟曲风大相径庭。可以看出来 IVE 最近好像是有想要转型的决心。那这个影片之后呢，我会继续聊到。那今天这支影片呢，我们要来聊一个有一点点敏感的话题。作为刚出道就被 IVE 音乐洗脑的粉丝，我从2-3年前呢就有开始关注他们的动态。但是最近成员们的对内关系呢，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多的讨论，甚至在中国的社群呢形成了一个服学。那今天这支影片呢，就是我会从我们一个粉丝观众的视角来解读 IVE 他现在对内关系的现状，还有他作为一个团体所遇到的一些困境。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的呢，就继续看下去咯。既然要说到 IVE 的生存现状，我想要先来讨论一下就是现代新生代女团的竞争格局，还有 IVE 作为一个中小型公司出道的大势女团，它现在的定位跟卖点。在2025年呢，不管你是哪一家的粉丝，都必须得承认的就是，其实现在的女团市场是竞争非常激烈的。我们所处的这个时间点，很多新的团体像雨后春笋一样一直冒出来，然后大势团体也越来越多，各大公司都想要抢占女团的这个市场。那我从韩国最大型的一个影音网站阿拉丁找到了一些人气女团的销售数字。透过这个粉丝画像呢，我整理出了这样一张表格。这个表格里面呢有4个象限哦，我把现在最大势的4个女团 NJZ、aespa、IVE 还有 LE SSERAFIM 都区分出他们的市场定位。当然我知道以2元性别来区分说哪个团体的男粉丝多女粉丝多听起来是比较笼统的，但我这边讲一个架构，大家就是将就看一下。韩国4大娱乐公司之一的 SM 集团就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他们说他们经营女团的策略就是希望以吸引女粉丝为主，因为女粉丝的消费能力通常比较高，死忠度跟黏着度也比较高，比起男粉丝还要长情。反观另外一边，男粉丝的目光就是比较容易被新的团体所吸引，死忠度跟消费能力都相对比较弱一点。所以说 SM 在经营女团的时候呢，他们会希望这个团体是可以吸引很多女粉丝，当女粉丝足够多的时候，男粉丝就会自然而然的被吸引。再回到我自己制作的这个表格里面，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表格呢，都会有一样的想法，是 NewJeans、NJZ 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暂时从缺的。当然我本人作为一个 NJZ 的粉丝呢，是希望他们可以赶快的摆脱这些合约纠纷，赶快的停止现在的空白期。但是对于各大公司还有其他女团来说，现在 NJZ 的这个位置从缺就是他们进场的好时机。NewJeans 这个团体呢，女粉多，粉丝消费能力高，实力又好，要不是有这些合约纠纷，他们在这个女团的市场位置就会在那里屹立不摇。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各大公司现在推出的新女团，还有他们现在旧女团的转型方向，很容易被大家评价说这个风格有点像 NewJeans。包含 IVE 这次新回归的2首主打歌，都可以看出来他们想要转型的意味。以往 IVE 出的单曲呢，比较都是偏向于唱一些小情小爱，这种比较甜美浪漫跟爱情有关的少女风格。但新出的这2首歌，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IVE 想要吸引更多的女粉丝，所以在歌词还有视觉风格里面都加入了很多强调女性之间的友谊，强调女性的力量，这样子比较容易吸引女粉丝的这种元素在。不管是 IVE 还是新团推出的新女团 Kiki， 可以看出来新团是非常有野心，想要进攻 NewJeans 的这个市场定位。有趣的是，根据 NewJeans 的制作人闵熙珍之前在记者会上的爆料，就是 LE SSERAFIM 这个团体的成立呢，本身就是对调 IVE。所以虽然团体的视觉风格天差地远，但是以声势、粉丝画像还有成员的配置来说，这2个团体其实有很多相像的地方。那作为一个女团的博爱粉，其实看到这些女团神仙打架，我觉得也不全然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代表说消费者作为观众，就是可以看到更多优秀的作品，还有这些我们喜欢的女团更多不同的面貌。当红的女团呢各有千秋，2025年呢，今年已经可以预料是一个女团神仙打架的一年。每个团体呢都有它独特的粉丝画像，还有特别的闪光点。但是我们说到 VPN， 我相信大家脑海中只会出现一个响亮的名字，那就是 Surfshark。时常追星的人呢，一定都知道 VPN 有多好用，许多偶像相关的物料还有演唱会门票都需要切换到其他国家才能看到。使用 Surfshark VPN 呢，我们就可以一键穿梭不同地区的网域，相当于打开了全球偶像的大门。像 Netflix、Disney Plus 这类平台，很多内容都是限定某些国家才能观看，但我们只要开启 VPN 就能够瞬间解锁，再也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所以说现在呢，就点击资讯栏连结 surfshark.com/eno5就能额外获得4个月使用期。先试试看，体验过后呢，你就会发现生活真的是
离不开 Surfshark。好，让我们回到影片主题。IVE 现在呢又面临转型，除了吸收新的粉丝之外呢，每次转型多多少少肯定会流失一些旧有的粉丝，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队内的关系好不好，成员们之间团不团结，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呢，我会根据我的观察，就是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分析各个成员之间的队内关系。首先，我们先说到 Gil 金秋天。金秋天呢，她作为团内的大姐，她也是最早加入公司的。她的练习生时期呢，也比团内其他成员还要长了一些。在团队里面，人常常觉得她就是一个大姐姐，最喜欢把闪光点分给其他的妹妹们。秋天跟张元英也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室友的羁绊。你如果看一些团综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她在综艺里面呢，跟她更亲近的反而是安于真 Eugene。接着说到 Ray 跟 Liz， 这两个人呢是我觉得关系最好的。其实从很多综艺或者是外流的片段可以看出来 ，Ray 跟 Liz 的关系真的非常好。但我觉得可能是个性使然，我觉得尤其是早期，就这两个人呢都比较低调，都不太喜欢抢镜头，所以就算是在团综里面，他们被分到的画面也不多，更不用说有什么这种友情出圈的名场面了。可是作为观众，我会觉得他们两个常常会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这两个人呢，早期在团队里面的人气是不相上下的，但我觉得这几年，尤其是 IVE 开始转型之后 ，Liz 的人气有明显飙升，因为毕竟 Liz 长得漂亮，歌唱实力又好。我觉得他这几年有开始展露他的野心，有开始变得比较会抢镜头跟制造话题。不过他跟连的关系呢，一直都非常要好。他们从练习生时期呢就住在同一个宿舍。再来我们说到李瑞，李瑞他年纪可能真的比较小，再加上他又是最晚进公司的，他跟其他人的相处的时间其实是比较短的。再加上说李瑞出道早期呢，其实花很多时间在他的高中，就像那时候高中没有毕业，平常还要去学校上课，所以跟那种就从练习生时期就腻在一起，一起吃一起住的那种情感又会有点不太一样。不过从综艺片段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李瑞他跟 Eugene 的关系非常好。在很多服学的影片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大家喜欢把他视作安的小跟班。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些就是人气比较没有那么高的成员，他们一定是关系尽量融洽，团体一定会续约。因为对于这些成员来说，他们待在这个团体里面可以领到的红利一定是最大的，就是6个人在一起的效益平均分下来，肯定大于他自己一个人。尤其是像秋天 Liz 这样的实力型选手，让他们继续待在团里多训练多培养个几年，他们也还年轻，以他们的实力来说，我觉得未来翻红的机会也不小。所以在网络上的讨论来说呢，这4个人他们的关系从来都没有被说好或不好，但我觉得他们的关系一定是非常融洽的。那说到底呢，服学最容易被讨论的2个人呢，还是 Eugene 跟文勇。张元英跟安于真的私交一直是 IVE 队内关系讨论的核心。这2个人从小就认识，一起在新传当了练习生，当了几年。他们认识了很多年，互相扶持了很多年。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他们2个的关系从最初一开始就脱离不了竞争。我知道这样说可能会让很多其他 dive 感觉到不开心，但我觉得这就是事实。就是你想，他们2个从练习生时期就认识，当练习生的时候是定期会有考核的，你只要考核失败，体重过重，歌舞实力退步，是随时有可能被公司让你打包走人。然后他们2个同时一起代表他们的公司新传参加了 Produce 48， 在这个节目氛围里也是被淘汰的出局，那回去当练习生或是当素人。即便他们终于熬到了，2个人都被选到了出道位，终于得以在 IZONE 成功出道。但是以那个时候的政治氛围来说，我相信他们2个内心都知道，这个团体 IZONE 就是一个限定团。我相信对他们来说虽然很为难，可是他们也知道，就是这个团体需要解散。所以谁能够在这个团体活动的时间抓住更多的目光，吸引更多的粉丝，才能够为他们未来的事业发展更好的铺路。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如今他们2个都成功以 IVE 的成员出道。这些看他们多年的，不管是张元英方的粉丝，还是安于真方的粉丝，会对他们的私交产生怀疑，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说到底，这真的是他们的问题吗？先不要急着骂我，就是我觉得 dive 可以先想想看，就是 IVE 刚出道的时候是以张元英为绝对 C 位来打造的，这很明显就像安于真的资源直接的受到压制。这样的资源倾斜呢，也让大众很常会出现说张元英是否霸占 C 位资源。然后 IVE 整个团体我只认识张元英这样的讨论，正因为这样子的竞争，所以在很多观众非当事人的眼中，就会比较容易以负面的想法去脑补他们的关系。那说到底 ，IVE 为什么这么容易被当成内斗？为什么公司一直不出来说话？其实我常常觉得这个是新传他们想要刻意营造的风格，在他们让张元英被众星拱月，在他们让张元英被很多资源倾斜，在他们让就是人气比较低的4个成员没有什么舞台画面跟没有什么话题制造的时候，他们应该就有想到可能会有针对团体内的关系的讨论出来。经纪公司都是以商业利益来作为考量的，因为你有讨论度才会有话题，有话题才会红。所以经纪公司也很清楚知道，就是人性其实都是很容易被负面的东西所吸引。今天2篇新闻摆在一起，一篇是说谁家的女团关系很好很和谐，一
另外一篇新闻是写说，就是谁家女团内斗、宫斗，彼此互相排挤。两篇新闻放在一起，你觉得哪一篇的点击率会好？一定是这个不和内斗的这一篇啊。就很多 IVE 的粉丝很喜欢站在道德的高点去批判这个腐学的现象，或者是想要坚持去证明说成员们之间感情有多好。但其实娱乐圈的生态就是这么嗜血，就是大家没有需要知道真相，他们只想要看到有娱乐效果、好看的、有话题度、有点击率的东西。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点呢，就是腐学的催生是不是也隐含着某种程度的厌女文化？毕竟当偶像就是一个竞争的工作，但是我们看到在男团的成员里面，成员们的竞争通常不会被过度的讨论，甚至很多的粉丝还会觉得说这个偶像很有事业心。很多粉丝看到两个男生的偶像站在一起，只会觉得说哇，两个帅哥很养眼。但反观女团，就是粉丝还有媒体很常会刻意强调宫斗还有不和这样的叙事。我从国小6年级的时候开始追星，其实到现在已经10年了。从小到大，我每个喜欢的团体，包含 Twice、Blackpink 这些大师团体，没有一个没有被传过不和的绯闻。大家对于一群女生站在一起，或甚至只是两个女明星的合照，就喜欢比较谁比较漂亮，谁皮肤比较白，谁才是合照杀手。媒体就是最喜欢用这些词去形容女明星、女偶像。更可恶的是，粉丝其实也乐在其中。你会很常看到这些粉丝就很喜欢去吹嘘说，我们家的偶像有多漂亮，赚多钱，跟你们家的偶像站在一起有个对比。当然说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社会议题，今天这支影片也讲不了太多。但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的是，我们对于女团的内部关系是不是有太过于严苛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不是源自于某一些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其实我个人相信，腐学最一开始其实是粉丝自己做出来的，因为我觉得粉到尽头就是黑粉。包含我自己我在录影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比较熟练的。就我私底下跟我朋友在聊 K-pop 的时候，我在吐槽我自己喜欢的团体、喜欢的偶像的时候，真的是完全不会嘴下留情。所以我觉得腐学一开始的用意就是有点像粉丝间的迷因，就是粉丝间在玩梗这样子。我相信一开始去制作这些影片的粉丝，他们肯定也没有想到说他做的这些影片会被这么多中国的营销号大肆宣传。作为一个真心支持喜欢 IVE 的 Dive，我也不会在那边假清高。坦白说，我一开始看到这个腐学的影片的时候，是觉得很好笑的，分享给很多朋友看。所以说我虽然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么多Dive讨厌腐学、厌恶腐学，想要去抵制这样影片的散播，但我不觉得网络上对于腐学的讨论全然是不好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新传这个公司，如果他想要正视腐学这个问题，然后去解决网络上说IVE不合的传闻，其实非常简单。他们可以透过很多营销的手段去扭转大众对于IVE这样子的印象。当他们选择不这样做，然后成员们之间也没有发生，我觉得肯定是有他们的理由。虽然可能我没有资格这样说，但我感觉IVE的6个人都非常成熟。这6个女生头脑也非常清楚，她们知道腐学的讨论度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效益。我相信 IVE 的心智够成熟，他们的感情也足够坚固。也许他们可能看到腐学这样的影片片段，可能他们自己也觉得有点好笑而已。张元英跟安宥真的有在最近上节目的采访中提到，有点像是回应腐学这件事情。他们的回应也有点像是说，就是他们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感到受伤。他们知道网络上可能会有人就是以1-2秒的片段想要去攻击或是抹黑他们，可是他们的心态够成熟，他们的感情也够好，不会被这样的事情给击垮。 사람 대 사람으로 본 적 없는 사람들이고 저에 대해서 극히 일부만 아는 사람들이 몇 초의 영상을 보고 그렇게 판단을 하는 게 저에게는 사실 큰 상처가 되진 않아서 오히려 저는 그런 게 그런 사람도 있지 근데 好，以上呢就我对于 IVE 的关系还有腐学的一些想法分享给你们。这支影片可能会比较长，真的希望这支影片不要冒犯到任何人。那如果你对于 IVE 的关系还有腐学有任何的看法，都欢迎在底下评论让我知道。最后再声明一次，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就是我绝对是站在支持跟喜欢 IVE 的角度来分享这些言论。那最后就是希望这支影片对你来说有帮助，或者至少你觉得看得开心。如果喜欢的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跟开启小铃铛，还有按赞这支影片。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